18岁那年，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东北小子被接回京北那个所谓的家，只待了3个月。亲妈偏心，亲姐冷眼，未婚妻嫌弃，贾少爷排挤，我1分钱没拿，背着行李头也不回的走。他们都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回东北吃酸菜排骨。南城地皮开发权，江家要2成。咋回事啊？你们京北豪门咋还实行上俺们东北来要饭了？脸呢？搁家落下了？唐鹤亭，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江家给你留个副总的位置，那是爸看在血缘的份上抬举你，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看是哪个瞎了眼的王八犊子敢欺负我儿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唐先生，既然你来了，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这里是500万，只要把南城地皮开发权分江家2成，这钱就当给你们家那点土特下生意入股了。500万？呵呵，你搁这糊弄要饭的呢？唐叔叔，您别生气，姐姐也是一片好心。我知道您在东北养路种药材不容易，这笔钱对您来说……你给我闭嘴！瞎巴巴啥呢？姐姐，我只是想帮忙。唐鹤亭，你养父就是这种素质。我们大老远从京北过来，是给你们机会。你真以为认识于广胜就能在东北横着走了？傅云双，你脑瓜子让驴踢了，还是让门挤了？在京北的时候你嫌我土，现在跑到我的地盘上还要教我怎么做人，搁这装什么大尾巴狼？门在那边，麻溜滚犊子！唐鹤亭，你以为于广胜能护你一辈子？得罪了江家和傅家，你以后在商圈寸步难行。哎呀妈呀，我好怕呀！爸，他说要让我在商圈寸步难行，以后没地儿混了。妥了，我倒要瞧瞧你们这帮小瘪犊子怎么让我儿子寸步难行。哥哥，你别执迷不悟了，于董那种大人物不过是利用你罢了，只有江家才是你的根啊。江岩峰，把你臭绿茶那套收起来，这是东北，没人吃你这套。严峰，我们走，不用求这种白眼狼。唐鹤亭，你给我等着，你会后悔的。站住！怎么，现在想通了？把你们整这些破烂玩意儿给我收拾立正了，滚犊子！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指使我？在东北这旮瘩，还没人敢在我唐墨春面前摔门就走。姐姐，他们想干什么？哥哥，你快让他们让开啊！我们可是你的亲人。亲人？刚才拿票子砸我的时候，你咋没想起来是亲人呢？现在看硬的不行了，想起来软的了。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报警！报呗，顺道跟警察同志唠唠，你们咋跑人家包厢里大呼小叫、撒泼耍脚的，还随地扔垃圾，这素质！严峰，去扫。姐，你让我去扫，我可是江家的少爷啊！让你去你就去。扫喽干净，别搁这糊弄事儿。哥哥，我扫完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儿子，没挨欺负吧？这帮京北来的瘪犊子就是欠收拾。我能挨啥欺负？他们越是蹦跶，我越觉得来劲儿，陪他们玩玩呗。对，哈哈，咱老唐家的种就得有这股子硬气劲儿。哎呦，唐叔，你也搁这儿呢？我刚才在走廊撞见那3个京北来的了，一个个脸拉得老长，黢黑黢黑的，跟锅底灰似的。咋的？又被你气跑了？他们硬要给我塞钱，我没要，他们就甩脸子了。送钱就江家那点底子还不够我爸塞牙缝的。对了，我爸说了，南城那块地手续都整利索了，明天正式对外宣布，到时候江家跟傅家那帮人的脸色肯定老好看了。可不咋地，好戏这才刚刚开始。春庭资本，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公司？怎么从来没听说过？爸，我查过了，这家公司注册地就在东北，法人代表也查到了。是谁？是唐鹤亭。你说什么？他哪来的钱开公司？爸，您别生气，哥哥在东北待了这么多年，可能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于总那么精明，怎么可能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哥哥？去联系唐鹤亭，就说我亲自去东北要见他一面。哼，我倒要看看我这个亲生父亲的面子他给不给。鹤亭，你这规矩是越来越差了，见到爸连声招呼都不会打。江总大老远搁这跑过来，不会就是为了教我咋打招呼的吧？有事就言语，我挺忙的。鹤亭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当初在京北，家里对你确实有些疏忽，但你毕竟是我江玉成的亲生儿子。南城那个项目，只要你把30%股份转给江家，我就做主，让你正式认祖归宗。认祖归宗？江玉成，你是岁数大了脑子不好使，还是搁这装傻呢？你那破江家，谁稀罕回谁回，我不趟那浑水。拿30%股份换你一句认祖归宗，
你寻思我缺你那俩糟钱啊？你这算盘扒拉的我都听见响了，咋的？拿我当冤种呢？嘴上说啥父子情，你真拿我当亲儿子对待了吗？放肆！我是你父亲，你敢这么跟我说话？父亲，我唐鹤亭只有一个爸，他叫唐莫春。至于你，说白了，也就跟我沾点血缘，别的啥也不是。门搁那儿呢，以后别搁我眼前晃悠，再来嘚瑟，别怪我不给你脸。唐鹤亭，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以为在东北我就治不了你？你给我等着！通知京北那边，联合傅家给东北商界施压，唐莫春那几条药材线，我要3天内断掉。傅家会配合？一个东北土包子，真以为靠于广胜就能翻天？云霜姐，你听说了吗？唐家那条药材线断了，他们马上就要完蛋了。这就是得罪京北豪门的下场。走，我们去看看那个乡巴老弟弟现在的落魄样。哎呀，这不是哥哥吗？我听说唐叔叔的药材生意出了点问题，资金链断了可不是小事，要是违约了，可是要赔得倾家荡产的。唐鹤亭，现在知道后悔了吗？只要你现在肯低头，把南城的项目交出来，我或许可以求我爸帮你们唐家度过这次难关。哥哥，你现在跪下求我，我心情好，或许能让爸给你留条活路。江岩峰，你是不是寻思你们断了那几个供应商，唐家就完蛋了？你什么意思？还在死鸭子嘴硬？那可是北方最大的3家药材供货商，没有他们，你们拿什么交货？你猜东北这片黑土地上，到底谁才是规矩？唐鹤亭，死到临头了还嘴硬？那3家供应商是北方药材市场最稳的渠道，没有他们点头，你们唐家今年一根人参也别想拉出关去。江岩峰，你在京北念书脑瓜子念傻了，账本子总该能瞅明白吧？于叔，人来齐了，收网呗。哎呀妈呀，这大厅里整得挺红火呀，开大会呢。于总，您来的正好，唐家的供货商资金链全断了，南城那块地在他们手里就是个无底洞，您现在拆伙还来得及。你算个什么东西，搁这教老子做事，跑老子跟前上眼药，你配吗？于总，我们傅家在京北也是有头有脸的，江家是带着真金白银来办实事，唐家现在连货都交不上，不就是骗人吗？鹤亭啊，你听见没？这京北来的大姑娘跑咱东北地界上跟咱唠上规矩了。傅大小姐，你口口声声说我们唐家交不出货，那我问你，你们花大价钱从那3家供应商手里抢过去的货，现在搁哪儿呢？自然是在沈阳的保税仓里压着，整整30吨。只要我们不松口，你们唐家的药厂明天就得停工。30吨可真不少，真有实力啊！小刘，把咱唐家药厂的质检单子拿出来，给这位傅大小姐和江大少爷麻溜的念叨念叨。本月14号，唐氏药业集团发现3家2级代理商所供人参农残超标300%，毛变率达24%，我方予以全额退货，并列入黑名单。该批30吨残次品原定于本月20号由我方监督销。你胡说！那明明是最新鲜的一手货，是我们江家花了3个亿抢到手的。睁开你的狗眼瞅瞅，这3家供应商不过是依附在咱唐家加工厂底下的2道贩子，整个北方药材源头都在我爸唐莫春手里攥着。他们交不上合格的货，被咱一脚踢出局。你们江家倒好，死乞白赖跑过去接盘，当了冤大头，还搁这美呢。30吨农资超变的烂树根退不掉，还得面临联合起诉。江岩峰，自个儿算算，这违约金你们江家得赔几个亿，这屁股你们拿啥擦？严峰，你给我起来，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快起来！这合同肯定有误会，那3家明明说他们手里攥着的是唐家的命根本，你是不是早就给我们设好了套？设套？江岩峰，你太瞧得起自个儿了。在京北，你总觉得天底下的便宜都该是你的，可这是东北，地里的庄稼怎么长，山里的药材怎么刨，靠天吃饭，靠规矩做人。你们江家想用资本那套虚头脑的玩意儿卡咱脖子，也不撒泡尿照照，
自己那脖子够不够硬？行了，别搁这演苦灵计了，老爷们儿哭天抹泪的，瞅着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小刘，把保税仓那边的单子也给他们亮亮。江先生，因为这30吨药材被测出严重农残超标，并有霉变传染危险，目前已被保税仓隔离，按每天内吨1万元看管费计算，江氏集团已拖欠参储直柜300万元，3天内不结清拉走，保税仓将依法申请对江氏集团在东北的资产保全封。300万不大，可那30吨交不出手的药材才是阎王债。几十家医院的催货电话，这会儿怕是已经把江玉成手机打爆了。唐鹤晨，你别以为你赢定了，就算我们在药材原料上栽了，南城那块地，江家手里依然握着20%的跟投资制，只要江家不撤资，你们春庭资本也休想顺利开工。跟投资制？傅大小姐，你回去问问江玉成，江氏集团账上现在的活钱还够不够付下个月银行利息？南城项目是重点工程，合同写得清楚，跟投方不能按时足额缴第一期开发保证金，视为自动放弃资格，前期重证金全额充公。江家现在连买烂药材的屁股都没擦干净，拿啥交南城项目保证金？是拿你这身高定抵钱，还是指望江岩峰那2根软骨头？走。江董，又有3家医院发律师函了，药材赔付和违约金都要求本周内给答复。给江岩峰打电话，3天之内解决不了药材原料，他就别回京市了。大少爷，京北那边来电话了，老爷说，要是3天之内解决不了药材原料，您就别回京市了。滚！都给我滚出去！唐鹤晨，你这个乡巴佬，你凭什么？唐家之所以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不就是因为手里攥着那批符合标准的高等级储备药材吗？那批货现在就锁在保税仓里，只要能弄出来一部分，替换掉自己手里那批残次品，江家就能活过来。打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那仓库防守挺严，平时都有退伍老兵值班。不过这2天气象颓暴暴风雪，电路一断，监控肯定歇完。仓库主管是谁？一个叫老刁的，跟唐默纯是过命交情。这老头倔得很，倔那是给的钱不够，找几个当地能干活的生面孔，等暴风雪一到，切断后备电源，直接动手。大少爷，这要是被抓住了，可是要判刑的。怕什么？只要把货弄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出了事有江家在后面兜着。事成之后，我给你100万，足够你出国潇洒一辈子。行，大少爷，我今晚就去踩盘子，等大暴雪一落，咱就动手。唐鹤亭，你以为你把我踩在脚底下就万事大吉了？这回我要让你连皮带骨一起给江家陪葬。鹤亭啊，保税仓那边我都安排妥了，这天瞅着要下大雪，越是这种时候，越得防着外面的野猫野狗进来偷腥。有些狗啊，在城里吃惯了精细粮，到了咱这儿挨了饿，是会跳墙的。咱得把墙垒得再高点，等他们自己撞上来，才好一网打尽。黑子，你找的这几个人手脚到底干不干净？都是在铁路上混过线的老手，只要变压器一停，神仙也看不见他们。江少，放心，哥几个干这行不是1天2天，可那50万现金事成之后得立马兑现。少不了你们，把1号库那批高等级参茸弄出来5吨，尾款我当场转。镇上那边真能准时断电？这天刮大烟炮，老旧变压器本来就容易短路，我让人在西头电线杆子上做了手脚，时间一到，这一片全黑。那个守仓库的老刁，你们打算怎么弄？一个快60的老帮菜能翻什么浪？进院就拿麻袋套他脑袋，往保安室一锁。今晚货多到手，江家就能翻盘，我还是江家少爷。少爷，停了，断电了，动作快点，下车。老刁叔，人来了，才干。有人，快点！有埋伏，撤！想走，搁这儿过年吧。
打劫了！杀人了！唐鹤庭，你敢用高压水枪打我们，我要去法院告你！江岩峰，这儿可是春庭资本的重点物资储备区，你们大半夜拎着家伙闯进来，我这是依法防盗自卫，告我，你还是先寻思寻思自个儿涉嫌啥罪名吧。冲过去，弄他！老雕叔，给他脑瓜子好好冲冲！不！唐鹤鹏，你敢踢我！江岩峰，防盗自卫，15天耗子，你先替江家蹲着吧。所有人别动，把工具都放下。放我出去！我爸是江玉成，我是京北江家的少爷。别喊了，这是东北，你喊谁都没用。警察同志，他们用高压水枪打我，还用警棍抽我。唐鹤庭那是故意伤害。人家保税仓库是合规防护设备，警报拉响后，你们拒不撤离，还试图行凶，对方属于合法防盗防卫。真是个不争气的逆子！玉成啊，你快想想办法啊！严峰从小到大连个感冒都少有，那东北拘留所又冰又冷，他那条残腿哪受得了啊？想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南城项目第1期保证金下周就要缴了，资金链全断，银行天天上门催债。他倒好，跑去偷人家的仓库，还被抓了个现行，江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爸，我查过了，春庭资本已经把南城工地封顶计划做好了，下周一保证金不到，我们的跟投资制会被注销，先前投进去的3000万保证金1分钱也拿不回来。这是套，这是唐鹤庭给咱江家设的死套啊！玉成，咱去求求鹤庭吧，他毕竟是你的亲骨肉，血浓于水，只要他放过严峰，撤销指控，江家还有救啊！你觉得那个逆子现在还会认我这个爹吗？唐鹤庭，你来干什么？江岩峰，这儿的炕头落了咋样？舒坦不？你别得意，爸爸不会放过你的。江家在京北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在东北待不下去。你是不是烧迷糊了？瞅瞅，这几个字还认着不？你想要江家在南城项目的股份？你做梦！那是江家翻身的本钱，爸绝对不会给你的。本钱？下周一就是南城项目保证金最后期限，你们江家账上连下个月银行利息都快倒腾不出来了，拿啥交保证金？不交，那3000万主证金就得全额充公，咋的？这道理还用我教你啊？这是趁火打劫，你设局害我，就是为了这一天。爱咋想咋想，自不签你就等着因涉嫌盗窃重点物资罪被正式批捕吧。爸爸不会同意的，姐姐也不会同意。你爸早同意了，这是江玉成盖了章的集团特许令。你这个养子和江家最后那点活路，他选的比谁都麻溜。自签了，你就能回京北；不签，你就搁这儿待着，陪着西北风过年吧。合作愉快啊，江大少爷。唐鹤庭，你满意了？你身上流着我的血，下手怎么能这么黑？江总，您这话唠的可不在理儿。江岩峰大半夜领人撬我保税库，我这叫合规正当防卫。南城项目还没完，你以为拿了股份就能在京北站稳？富家和京北建材商交情深着呢，咱们走着瞧。行啊，那咱就走着瞧呗。鹤庭，江玉成这老小子没说瞎话。傅云双他爸在京北建材行里确实有道道，高逼涝水泥和特种砂石大半得从京北周边窑口拉，他们使绊子，工期怕要耽搁。京北建材商不给货，咱就上别处倒腾去。咱东北啥都缺，就不缺石子和水泥。对呀，我咋把老家那帮老铁哥们忘了？吉木辽善那几个老水泥厂，当年都是供国家大工程的，只要咱开口，车队天天能把京北环路堵死。就是这么个理儿，他们想在建材上卡咱脖子，咱就用东北的钢铁长流，把京北这马路给他们压得瓷瓷实实。怀月，严峰今天早上的火车到站，我去医院瞧过了，左腿倒没折，可重度肺炎，右腿骨缝里全是积液。唐鹤庭这是诚心要废了他。严峰太糊涂了，
现在好了，南城项目跟我们彻底没关系了。我们家这回是真伤到根骨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唐家拿了股份又怎样？只要我们卡中砂石和水泥，他们就别想开工。工期每拖1天，罚款几百万，我看他们撑多久。唐鹤亭，你还敢回京市？你以为在东北使那些下三滥手段拿了股份，就能在京北商界横着走？我告诉你，只要我一句话，京北周边10几家沙石窑口，一粒沙子也不会送进南城工地。傅大小姐，你这嗓门挺亮啊，搁这唱京戏呢，一粒沙子也不给。你以为京北地皮是你家热炕头，想咋圈就咋圈啊？傅云双，我大老远从东北折腾回来，不是来听你搁这嗷嗷叫唤的。建材这事儿你爱卡不卡？不过我也给你撂句痛快话，下周一南城工地指定正式动土，要是耽误了工期，合同里的违约金，你们傅家跟江家一块连带赔偿，少一个子儿，我就让法院把你爸那几个窑口全封了。你敢？你瞅我敢不敢？门搁那儿呢，有那闲工夫，赶紧回去让你爸把终身金凑齐了，省得到时候连罚款都交不起。我让财务核算干净了，江家那20%股份折现刚好抵了咱前期给他们店的烂药材存储费，这买卖咱1分钱没花，白捡个大便宜。便宜是便宜，可后头这块硬骨头更难啃。项目经理早上来电话，周边窑口全拿设备检修当借口，啥时候供货一个准信都没有。这帮瘪犊子下手还挺快。那咱老家调的车队啥时候能到？快了，今儿傍晚，头一批50辆重型解放卡车进京北外环，拉的全是极目高标水泥和本溪特种钢材。唐鹤成，我们谈谈。江大小姐，江总这会儿还搁医院躺着呢，您咋有空上我这破工地溜达来了？唐鹤亭，你别挖苦我了，我代表江家来做最后交割。沈阳保税仓的30吨残差药材我们不要了，全部委托春庭资产无更化销毁。只要你签债务豁免协议，江家彻底退出南城项目后续开发。江怀月，你这算盘珠子扒拉的挺响啊！30吨烂药材，现在就是个烫手山芋，一天光消杀费就得好几万。你们说不要就不要，想把这烂摊子一股脑甩给我，完了还想让我把你们在东北欠的债给免了？那你想怎么样？江家已经把南城股份都赔给你了，严峰也瘸了，你非要把我们江家逼到死路上吗？逼你们？当年我背着个破行李包离开京北的时候，你们江家有一个人跟我说过句对不住吗？江岩峰躲在窗帘底头乐，你就在旁边冷眼瞅着。那时候寻思过能有今天吗？沈阳保税仓那批烂药材，我们会依法向法院申请拍卖，拍卖款不够抵债，江家的房子、车子，法院一样都不能落下。回去告诉江玉成，这才刚开个头，江家的债，咱一笔一笔慢慢算。江大小姐，门在那边，南城这盘棋江家已经下桌了。唐总，这都快11点了，周边窑口还是连一车沙土都不给咱送。隔壁2期砂石车排成大龙，咱这连个鸟影都没有。周边那几个窑口都打电话问过没？他们咋说的？打了，几个砂石厂老板一听是春庭资本，还是那个说法，全说设备大检修，不知道何时供货。设备大检修？扯啥犊子呢？几十个厂同一天检修，不就是傅云双那死丫头在背后使绊子吗？哟，唐总，下周一再不打地桩，住建局延期罚单可就上门了。傅大小姐，今儿这风可够硬的，没把你这身狐狸皮刮跑啊？咋的？有空上我这儿指点江山来了？唐鹤亭，我早警告过你，京北有京北的规矩，没有傅家点头，你股份再多，也只能守着一堆烂泥巴。现在去医院给严峰跪下磕头，再把南城开发权分傅家3成，我或许让我爸给窑口打个招呼，分你几车剩料。你搁这做啥美梦呢？分你3成，你怎么不直接去抢银行呢？傅云双，你真觉得在这片地界上，你爸那几个窑头子就能把天给遮严实了？你信不信？今儿晚上我就能让南城工地的砂石料堆得比你这身狐狸皮还高。那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堆。唐鹤亭，你别是个只会说大话的乡巴佬。那成，你今儿晚上就搁这儿守着。老张，把工地大门都给我敞开喽，今儿晚上有大车进场。
大兄弟，别愣着了，麻溜开闸，后面还有110辆车呢，全是去南城工头卸货的。怀月，你瞧着吧，唐鹤亭这回就是死鸭子嘴硬，整个京北周边的建材商我都打过招呼了，他去哪儿弄沙石？云霜，我总觉得这唐鹤亭有些邪门，大雪天封路，他还能从东北把石头拉过来不成？这怎么可能？鹤亭，于总和唐叔让我把老家吉木本溪3个大水矿的库存全给你拉过来了，高标砂石、特种钢筋要多少有多少，后面还有车队排着呢，够不够用？傅大小姐，瞅见没？这就是咱东北的建材，比你爸那些摇走里的货硬是不？都准备好了，去，把这些钉子全给老子撒在工地大门外的进场车道上。我要让这帮东北来的车全死在路口！少爷，这要是被当场抓住，这儿可是又是重点工程，要按破坏生产罪论处的。哼，怕什么？江家现在什么都没了，我这条腿也废了。唐鹤亭毁了我的一切，我也要让他尝尝当小丑的滋味。快去！哥们儿，大冷天的，搁这种啥庄稼呢？唐总，江岩峰让你来的，他人搁哪儿呢？在胡同口的车里。去，把咱江大少爷给我请到工地上来。放开我！我是来找怀月回去的，你们这是非法拘禁！非法拘禁？江岩峰，这工地大门是你家炕头啊，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这东西跟我没关系，是这个人自己要撒的。你想诬陷我，少爷，是你逼我干的，你还打了我一巴掌！你闭嘴，这个白眼狼！撞人了！春庭资本的泥道车撞人了！拦住他！江岩峰，你搁这作死呢？老张，拉闸，把那防尘洗车的家伙是整上。明白，唐总。唐鹤亭，我看你周一怎么动土！少爷！哼，在老子的地盘上还想动家伙？唐鹤亭，唐鹤亭，按工地安全生产条六，非施工人员要是故意破坏安全作业，还敢硬闯特种机械警戒线，项目保卫科有权当场采取紧急避险措施，把人直接控制住。听明白没？这可不是跟你商量，这是规矩。江岩峰，这可不叫伤害，咱这叫主动排除安全隐患。今儿这顿泥浆澡，你挨的一点毛病没有，老回归了。听明白没？怎么回事？谁先动的手？警察同志，救命啊！这人要杀我！他用钢管打我，还用高压水枪喷我！警察同志，您可真得给咱评评理，
这是南城重点市政工程，我们春庭资本连夜土方平整地基浇筑，属于高危特种作业区。这人大半夜带人强闯安全生产红线，大伙儿瞧瞧，这是啥？3棱防爆钢钉。他指使保镖撒在重型卡车进场车道上，这是要让几十吨的车拐弯爆胎翻车，真翻了，得砸死多少工人？警察同志，都是江少爷逼我干的。他说，只要把车胎扎烂，这工程就得停工。你涉嫌寻衅滋事，蓄意破坏重点工程安全生产，起来，跟我们走一趟。我不走，唐鹤亭他也动手了，他用钢管压着我，他也得进去。警察同志，工地监控24小时开着，画面里清清楚楚是江岩峰先强闯红线，拉扯起重机地铆链绳。我为防止特种设备倾覆造成重大伤亡，依照安全生产法紧急避险，用这个将其制服，全程合规。行了，别喊了，对方属于合法紧急避险与安全放位，带走。唐鹤亭，你给我等着，江家不会放过你的。老张，把地上的钉子扫干净，重卡继续进场，别耽误浇筑。东子哥，让车队跟上，开整。好嘞，哥几个，麻溜把棚布扯了，准备卸货。鹤亭，这阵仗太带劲了，这才是咱东北老工业的底色，砸不烂，压不扁。京北这帮人总觉得做写字楼就能把天底下的墙全赚了，他们哪里懂？盖楼打地基靠的是真金白银的砂石，是一吨一吨的钢筋。唐总，吉姆高标水泥强度检测报告出来了，完全符合京北住建局要求。这批货一到，咱今晚就能把1号主坑底板全部浇筑完。老张，让工人们辛苦点，夜班工资翻倍。周一动工仪式，我要让全京北媒体都瞧瞧春庭资本的效益。放心吧，唐总，有这批硬实料顶着，兄弟们干劲十足，出不了半点差池。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在1天之内调动这么多跨省的卡车？云霜，别说了，我们江家这回是真踢到钢板上了。南城项目今天正式动工，谁想拦，先问问规矩答不答应。动工仪式掌声刚响，京北住建部门的红头整改通知书已经送进江氏集团。月坛限期整改，银行暂停授信。爸，建设银行行长刚来电话，说因为我们涉嫌恶意干扰南城工程安全，要提前收回下个月到期的2亿贷款。要是3天内结不清，就申请财产保全。严峰的那个逆子在哪儿？还在西郊拘留所。这回对方有完整监控，安检和警方直接定了治安拘留15天，谁去求情都不给面子。白眼狼，江家怎么养了这么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白眼狼？爸，你别吓我！医生，快来人啊！医生，救济老师到！胡闹，简直是胡闹！我让你去接触唐家，是让你看能不能跟春庭资本搭上线，在南城项目里分一杯羹。你倒好，联合江岩峰去卡人家的砂石料，还让人抓了个现行。爸，我也是为了江家。唐鹤亭他就是个乡巴佬，他凭什么在京北这么嚣张？乡巴佬，你才是睁眼瞎！春庭资本背后的东北实业有多厚，你知道吗？建行连夜开会，把江家授信都停了。现在经建材行人人自保，谁敢帮江家，谁就是跟春庭资参过不去。我们傅家这次要被你害死了！这事还没完。大姐，坐车不？便宜，送您去医院或者住宅区都行。师傅，去通州西郊的那家拘留所得多少钱？哟，那地方可远，
起码得80。80，太贵了，我坐公交车去吧。对不起，家属，江岩峰因为涉嫌恶意破坏重工程施工安全，目前处于治安拘留期间，不接受普通家属探视。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了，我是他妈，严峰他从小就怕冷，身子骨弱，那右腿还刚受过伤，你让我进去给他送件厚衣服，成不？拘留所里有统一的保暖衣物，就去劝劝受害方，只要受害方撤销部分恐号，签署和解协议，他或许能少受点罪。受害方唐鹤婷。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要为了没有血缘的养子，去跪求被冷落18年的亲骨肉。鹤婷，妈错了，妈当年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啊！鹤婷，妈求求你了，你出来见妈一面啊！唐总，外面那老太太搁风沙里站了快2个钟头了，瞅着穿的挺单薄，要不先让人领进来暖和暖和。老张，B 级浇筑的沙颜料今天下午必须全部进场，后面的重可车队别让在路上堵着。那我先去盯着卸车了。鹤婷，你终于肯出来见妈了！妈求你放过严峰吧，他的手腕折了，拘留所里又冷，他要死在里面了。赵女士，你为了江岩峰，真是什么脸面都不要。鹤婷，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和严峰都是妈的孩子啊！严峰在里头病成那样，要是真落下残疾，你让妈下半辈子咋活呀？他是你的肉，那我呢？我在京北那3个月，大冬天连个暖气都没有。你每次来，除了塞2件江岩峰不要的旧衣裳，想过我是咋活过来的不？妈当年也有难处啊，你爸脾气倔，严峰又闹绝食，妈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啊。别整这没用的了。这卡里头10万块钱，我1分没动。鹤婷，你这是啥意思？你连妈这点子心意都不要了？咱俩的血缘也就值这10万块钱了。当年你生我一场，我还你10万现钱。江家是死是活，江岩峰是瘸是残，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卡收回去，以后别往这儿跑了，我嫌膈应。唐鹤婷，你咋能这么狠心？我是你亲妈，你身上流我的血，你这是不孝，要不遭天谴的。天谴，在这片黑土地上，我只认生我养我的爹，他叫唐墨春。至于你，出了这扇门，咱俩就是大街上碰面的生人。大冷天的，别搁这碍眼。老张，送客。鹤婷，人打发走了。走了，卡退了，血缘也算退干净了。唐总，吃面，呵呵，这是咱从东北走时常大叔塞行李箱里的大挂面，老家的大豆酱炒肉末，香着呢。佳瑶，别掏没了，洗手吃面。哎呀妈呀，老张这酱炒的够味儿，比京北那些死贵的名媛餐厅强100倍。唐总，我刚才瞅见那老太太了，真是你亲妈呀！瞅着跟咱屯子里过年赶集的农妇没啥两样，江家都败成这样了。老张，在这世上，生恩不如养恩臣。当年的事儿，我跟他们江家已经清了，以后在京北，咱春庭资本只看合同，不看眼泪。鹤婷，傅云双那头这2天没动静，我总觉得这死丫头不像能认命。他爸那几个窑口虽被查封了，可京北运输行里
傅家的关系还深着呢。地基已经交完，明儿开始171钢筋结构上马。傅家要跟咱玩无赖，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啥叫东北老工业的硬脾气。唐总，您可算来了，傅家这回是真不要脸了。这2辆大车是傅氏建材的，今早6点就搁这儿。司机车门一锁，钥匙一拔，说什么离合器片烧了，人全没影了。给傅云双打电话了没？打了，那死丫头冷笑，说合作单位车辆故障属于不可抗力，维修队从金门过来，起码3天，这明摆着要耗死咱工期。3天，傅云双这算盘扒拉的挺响，3天不让咱车进，罚单能把春盈资本的皮给扒了。唐总，这大冬天的，工地上车坏了，确实挺让人心烦的。不过你也别急，我已经催过厂家维修队了。京门雪大，道不好走。你们春庭要是等不及，可以自己找吊车把这50吨的重载货车吊走吗？傅小姐，你当年去京北高档沙龙里喝咖啡，是不是把脑子喝缩水了？你以为在这工地上只有吊车能动地方？不然呢？唐鹤亭，你别在这里死撑了。没有我家在京北运输行的关系放行，你的工程下辈子也别想封顶。老张，去把咱工地上那台从一冲厂拉过来的重型推土机给老子开出来。好嘞，唐总，我这就去。你想干什么？这可是傅氏建材的私有财产。工地安全生产法第3条，任何妨碍重点物资通道、蓄意制造安全隐患的车辆，现场保卫科有权进行物理清除。唐婷，你敢？那是傅家的车！清理干净，重可车队进场。爸，傅叔叔那边已经跟30家药协理事单位打过招呼了，只要今晚联合签字通过，春庭资本的东北药材就会因为涉嫌恶性竞争和质量纠纷被列入华北销售黑名单。到时候他们在京北连1两也别想卖出去。签，让他们签。那个逆子，我要让他知道京北的规矩是谁定的。哟，江总，大冷天的坐着轮椅还来开会呢，挺敬业啊。逆子，你还敢来？我怎么不敢来？南城1期的基坑都填平了，咱春庭资本是华北药商协会特邀的荣誉副会长单位，这位置我做的挺合规啊。唐鹤亭，你别得意的太早。哼，今天这药商大会可不是由你们东北的泥巴说了算的。等会儿联合声明一发布，你的药材连这宴会厅的大门都别想拉出去。傅大小姐，你这信心是谁给你的？是你爸那几个快要被安监局查封的砂石咬口，还是你手里这杯快要喝不起的红酒？唐鹤亭，你别给脸不要脸！脸？在东北，脸是自个儿挣出来的。今儿这声明，你让你爸使劲签，谁要是不签，谁就是我唐鹤亭的小辈。鹤亭，南城项目部那边的车队都安顿好了。于叔呢？在楼下跟那帮老药商碰面呢。可不咋的呀，我爸带了本溪和吉木那几个老厂子的账本，正搁底下跟人唠嗑呢。京北那帮药商一瞅咱这现款的底子，眼珠子都快绿了。江玉成那老小子半边身子都快不听使唤了，还搁轮椅上指点江山呢。傅玉双他爸上午去建行，连行长办公室门都没进去。这会儿两家正在偏厅里跟几个京圈二代商量晚上药商大会怎么给你使办。他们除了背地里整点写检举信拉黑名单的下三滥手段，还能整出啥花活？在绝对货源跟前，那些虚头发脑的协议连擦屁股都嫌硬。唐总，
京北药协秘书长刚来电话，说春庭资本展位被挪到最角落，连指示牌都不给挂。挪就挪呗，你让老长头把基地刚出土的那颗百年山参王用红绸子包好了，麻溜空运过来。只要货够硬，哪怕搁厕所门口，那帮人也得排着队来闻味儿。得嘞，唐总，我这就去办。佳瑶，晚上的会服拾掇好了没？今晚这长富龙怕是挺红火。放心吧，贺婷，我连大红花都准备好了。今晚不把傅云双那张脸给气青了，我都对不起咱长白山的老山参。3年前，我背着破行李包从这儿走，如今我开着东北重坦的钢铁豪流回来，京北这土也该给咱老唐家让让落了。唐鹤婷，你还真有胆子走到这儿来。你以为在东北使那些下三滥的手段拿了股份，就能在京北商界横着走？我告诉你，京北的圈子不是你这种土里饭的乡巴佬穿上西装就能融进来的。傅大小姐，你这规矩是写在法律里了，还是刻在阎王爷的生死簿上了？唐鹤婷，你别在这里跟我耍嘴皮子。今晚药商大会，30家常务理事单烟全部签字，声明一发，春庭资本就会被列入不诚信名单，你的药材在华北1两也卖不出去。30家？傅云双，你爸那几个快被安监局查封的沙石咬口，这会儿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吧？你胡说，我们傅家底蕴深厚，就算江家小壮，轮不到你这个乡巴佬来指手画脚。你所谓的底蕴，就是看着江岩峰在拘留所里发烧尿裤子，自个儿却连个探视手续都办不下来吧？傅云双，我不是来听你嗷嗷叫的，今晚这声明你让你爸使劲发，谁要是缩头不签，谁就是我唐鹤婷的大侄儿。唐鹤婷，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跪在地上求我。小子们，精神点儿，今晚看戏不用买票。唐鹤婷，江岩峰，刚从拘留所出来，咋不搁医院里躺着，瘸着腿跑这儿来凑啥热闹呢？你这个野种，你把我害成这样，你居然还笑得出来？我害你，半夜3更带人强闯保税仓的是你，往工地车道上撒钉子的也是你。江岩峰，自作孽不可活，这道理你不懂吗？要不是你抢了江家的股份，我怎么会铤而走险？唐鹤婷，你今天别想走出这扇门。来人啊！打人了！唐鹤婷打残疾人了！唐鹤婷，这走廊外面全是记者，只要我出去，你就彻底完了。江岩峰，你这智商真是不见长啊！我家老爷子总说，有些恶狗不打它就不知道疼。今儿哥就给你长个记性。唐鹤婷，你敢！江岩峰，在东北的时候，我教过你一句话，叫谁越界，谁挨揍。3年前在京北，你想过有今天吗？看来外面的保安和记者听到动静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来的正好，里面的江岩峰先生带着伤强闯药商协会内部准备区，一见面他就拉扯我的衣领，还要自残诬陷我。我为了防止他继续自残和人身陷害，依法防身反击。唐鹤婷，他打我！唐总，请问您是否实施了暴力？小李，把刚才走廊和保洁房门口的监控记录仪拿给民警瞅瞅。江岩峰，又是你！治安拘留15天刚放出来，又跑到药商大会后台寻衅滋事，恶意诬陷他人，带走！不是他扭伤了我的手，是他把我往脏水上按。江少爷，这走廊是公共场所，凡事都要讲证据。
诸位同行，今天召集大家是为了咱们华北药材行的规矩。如今有个别外来企业用恶性降价、以次充好的手段，坏了京北的底蕴。副会长，您说的恶性竞争可有真凭实据？孙老板，春庭资本在东北的药厂，前阵子刚因为质量问题被沈阳保税仓查封，不诚信的企业就该滚出华北。京北不需要这种泥腿子。我提议30家常务维权单位联名在声明上签字，对春庭资本实行无限期联合抵制。对，签字。老张，把咱的大红绸子揭了，给这帮京北的老板们瞧瞧啥叫真章。慢着，唐鹤亭，这是药商协会的大会，你没资格上来。保安，把他给我赶出去！一个外来户也敢在这里撒野！诸位老板都别急着签字，先瞅瞅咱东北的货，拉倒不迟。这是100年以上的野生山参王。孙老板，好眼力！长白山靠山屯基地出产，17家老牌国营药厂的特等质检红章都在这儿。副会长说我恶性降价，我春庭资本手里攥着北方70%野生药源，我的货就是这个价。你们傅家拿得出这种成色吗？唐鹤亭，你这是在坏行规！啥行不行规的？江家跟傅家资金链全给冻住了，下个月银行利息都拿不出来。你们要是跟着他们干，手里那中药方子早晚得落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下场。胡说！你放屁！唐总，这参王我们同仁药商要了，价格您开。唐总，我们德仁堂也签，这黑名单我们不签了，不签了。那声明自己留着擦桌子。爸，公司的章今天中午被法院收走了，南城项目股份被查封，长福供药商大会的合同也全被唐鹤臣签走了。严峰，江岩峰早上被正式立案，妈在走廊一直哭，她现在连我都不认识，只念到鹤亭的名字。鹤亭回来。那个白眼狼！江先生、江小姐，这是法院查封令，江氏集团已宣告破产，因拖欠大额医疗贷款及担保费，本间高档重症监护室即刻停止垫付，请在2个小时内办理转院或清出。查封，连病房都查封。爸爸的病房下周就要被法院强制清退。我今天去了春庭资产南城项目部，唐鹤臣说了，只要严峰下周前滚出国内，名下转出的黑钱全部留下抵债，他可以选择和解，向警方撤销对严峰的刑事起诉。这是我们最后的首饰折现换来的单程机票。妈，你要是再护着他，江家下周就得全员进西郊拘留所陪他吃窝头。让他走，让他走吧。云霜，等会儿通知中介把严峰送去机场，这丧家犬咱们江家养不起了。江家这张假面终于碎干净。傅小姐，请您配合。根据京北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令，傅氏建材名下的所有不动产已被依法查封。凭什么？这是我个人的公寓，这是我爸出资买给我的，跟他的沙市场有什么关系？傅氏建材作为江氏集团的债务连带担保方，债务已经逾期，按照法律程序，江氏清算后，所有连带担保方的资产均在执行范围内，请您立刻离开这片区域。
你们不能拖我的车，那是我的车！唐鹤亭，你来看我的笑话。傅小姐，这天冷，搁走廊里站着不嫌风大呀？唐鹤臣，要不是你们春庭资本使绊子，我爸的窑口怎么会被查封？我们傅家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使绊子，难道不是你们一群坏种给我们捣乱吗？傅云双，你爸为了帮江家在合同上昂首印做担保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有今天？南城项目一期的建材合同写得明明白白，你们傅家断供，光违约金就得赔3个亿，这账赖不掉吧？3个亿，我们家现在连1000万都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不要紧，法院会一件一件查封。傅小姐，京北的圈子大，地方宽敞，往后自个儿多保重吧。哎呀，唐总，恭喜恭喜啊！春庭资本这回在京北可真是拔了头筹，往后在地产界还得请唐总多多关照啊！各位老板客气了，咱春庭资本是本分做实业的，大楼能建起来，靠的是实打实的钢筋水泥，玩不得半点虚的。那是，唐总一针见血，真不愧是东北出来的实业大家。是，要还小啊！哈哈，哥几个，今晚敞开了喝。这酒是咱老家带过来的烧刀子，比城里那洋酒有劲儿多了。鹤亭，你瞧瞧，今天来敬酒的这帮人，是不是跟3年前在江家答谢宴上瞧你笑话的是同一拨人？商人嘛，看的是账本，不是交情。当年他们觉得我没油水，自然不搭理。如今咱春庭资本手里攥着南城的地皮和北方的药源，他们就算心里再膈应，面上也把咱当祖宗供着。服务员，这边倒酒。好的，先生。傅云双，真是你啊！哟，傅大小姐，今儿个怎么穿上这身皮了？怎么，连杯咖啡都喝不起了？行了，别搁这显摆了。傅小姐，南城那项目完工的庆功酒，这酒要是洒喽，你今晚这点工钱扣完，连个地铁票都买不起。倒酒吧。快点，把那筐土豆给我消了，动作慢吞吞的，今天没你的小费。老板，我这就消。哭，就懂哭，长得跟个娘们似的，真是个废物。半个月前，京北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司法互助协议冻结并划头了那张卡。赵淑兰临走偷塞的钱，在这里连一碗云吞面都买不起。姐姐，爸，你们怎么还不来接我？京北大少爷的跑车、高定和保镖，像很久以前的一场梦。梦醒后，这只海外唐人街的破盘子，成了江岩峰爬不出去的深渊。哎呀妈呀，这天冷的，连哈出的气儿都能直接冻成冰溜子。这才是咱老家的雪，
踩着硬实。京北那沙尘暴刮得人嗓子眼发干，还是咱这儿的空气闻着透亮。唐总、于总，老爷子在院里把火都烧好了，就等你们呢。臭小子，京北南城那儿的事儿我都交给老张干了，还是咱家这旮旯待着舒服。爸，老远就闻着你炖的酸菜味儿了。废话，老子今天大早上就去靠山屯拉的酸菜，不用大铁锅炖透了，能有这成色？哎呀妈呀，堂叔，这红薯烤得够火候。佳瑶，你瞅瞅你那脸，整得跟刚掏完灶堂的黑脸猫似的。你管得着吗？先吃先得。哈哈，贺婷啊，在外面挣了几个子儿，这手脚还没佳瑶丫头利索，抢，可劲儿抢！咱大院里最不缺的就是大骨头。唐墨春，这趟长白山的买卖总算是啃下来了。京北那帮渠道商，以后想要拿货，都得看咱们的脸色。咱在土里刨食的，不求那虚头巴脑的名声，只要底下的厂子有活干，抻农手里有现钱，这日子就踏实。近日，京北江氏集团破产财产清算工作正式终结，江氏名下所有不动产已由法院强制清算完毕。原董事长江玉成因脑溢血，在医院 ICU 进行治疗。贺婷，愁啥呢？面都该凉了。没瞅啥，佳瑶。爸，于叔，我敬你们一杯。臭小子，整这酸不溜兜的玩意儿，走一个！